然带的麻将，真厉害。船上有特别大的一片免税店。而且现在尤其是在国外，所以就觉得尤其难得，尤其可口，尤其期待。北欧地区的丹麦、挪威和瑞典3个国家很近，如果飞深度游，而且毕竟距离远，机票也不便宜，通常可以考虑一次旅程，同时到这3个国家都看看。哥本哈根的位置较为特殊，其实算是在一个小岛上，所以从哥本哈根前往挪威的奥斯陆，如果是陆路，需要先跨海到瑞典，然后在瑞典境内一路北上，最终到达奥斯陆。当然也有直飞航班，可以乘坐飞机前往。如果像老宋一样喜欢体验各种交通工具，也可以选择乘坐轮渡从哥本哈根港出发，一路沿着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卡特加特海峡往北航行，最终穿越挪威的峡湾地带到达奥斯陆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坐轮渡可以节省1晚的住宿费用，而且也可以在船上看风景，感受非日常的体验。这边是丹麦哥本哈根的码头， DFDS 邮轮的码头。那边那艘船应该可以看得见，字儿很小，写的是奥斯陆到哥本哈根的路线。这个轮渡港离市区还其实有点距离，挺远的。坐地铁出站之后呢，下来还得走10分钟左右才能到。这条轮渡线由 DFDS 公司运营，该公司是成立于1866年的丹麦大型航运与物流集团，拥有悠久的海上客运与货运历史和网络。1楼的话呢 check in， 然后呢登船的地方。然后换好票之后，顺着这边应该就可以登船了。很多人应该已经上船了，现在快4点钟了。哥本哈根到奥斯陆的夜航航线是北欧经典线路之一，下午登船，次日上午抵达奥斯陆，适合把旅程当作一次微型邮轮之旅。有2艘主力邮轮服务这条航线，今天乘坐的是 Nordic Crown 号，1994年建造，可以搭载约1700名乘客，车辆约450辆。要去上面，应该是要往上面走。整艘船的话呢，一共有11层。这是6楼，6132，往里面走。这船舱真的挺大的。6132，这间还好是有窗的，没有那么的压抑，如果没窗的话，真的会比较压抑。然后这边它其实是有4张床的，最多可以住4个人里面。有一个小电视，两边上下2张床，这上面2张都已经叠上去了。底下这个地方它也算是一个床，但现在这是一个沙发的样子，可以把这个搬下来，它就是一个床，应该是。好，它现在是固定住的。然后这边这2个床也是可以放下来的，拉开之后就是这样子，其实还可以，挺舒服的，没有想象中，我看那个图片感觉特别的压抑，特别的小，因为毕竟便宜嘛，大的那种房间特别贵。整体来说感觉还不错，挺舒服的，然后挺亮堂的，主要是有窗就好很多。这边有一个小的桌子，然后在这儿可以稍微的办公什么的。用电脑，这有一个镜子，然后旁边这是衣架，有一个小的衣架，这一个小梯子不知道是干嘛用的，可能如果是上下铺吧，这个应该是可能上下铺，如果上去上铺的话可以用这个梯子，如果是上不去的话。我觉得其实整体挺干净的，还挺舒服的。这边有一个镜子。吹风机，这是马桶，该有的都有。这边是浴室，我觉得这个船舱真的挺干净的，比我在网上看的我觉得要新一点。
这边是小的浴室，该有的都有，其实挺不错了，我觉得。船上所有标准舱型都配有独立卫浴、床铺、储物空间与电视，差别在于视野与空间。最便宜的经济型内舱设有上下2层的床铺，虽然没有窗户，但干净实用，是把船当睡一觉换城市的省钱选择。老宋所住的标准海景舱位则多了一扇窗，可以看到船外的风景和海面，不会太过压抑，性价比很高。当然，还有一些适合带宠物和残障人士的房型。高级型船舱则选择更多，有普通无窗的内舱房和有窗的海景房，还有更高级的阳台房和套房等，环境更好更舒适，适合一家人或者想要体验更奢华旅行的朋友。然后呢，这个船呢，看了一下，它其实是有 WiFi 的，但是要付钱的，要买的。1个小时的话是39丹麦克朗，24小时的话呢是119块，还有可以选择5小时、44小时。哇，这个选项还挺多的。说到网络，现在的 eSIM 其实真的方便很多，完全不用买卡换卡，只要提前下载好 App， 简单操作，入了境就可以立刻使用，非常方便。来丹麦旅行的话，打开 App， 选择丹麦，然后根据自己的日程挑一个合适的流量方案，输入优惠码老宋，付款完成就可以安装 eSIM 了。而且如果你之前安装使用过一次，就几乎不需要额外的操作，直接下飞机就能使用，网速也很快。而且尤其像这种多国游，到了挪威立马换成挪威方案即可，非常方便。City eSIM 有3个我特别推荐的地方。第一，覆盖范围非常广，一次安装就能在超过200个国家或地区使用，尤其是多国旅行，一个 App 就能搞定，省去每到一个国家都要换卡的麻烦。第二，有很多可选的方案，可以根据行程的长短和自己上网的需求，灵活选择最适合的方案，节省预算。第三 ，City eSIM 自带广告拦截的功能，可以降低流量的消耗，还能阻挡恶意网站。另外也有虚拟定位功能，保护隐私。遇到问题也有24小时的客服，随时提供帮助。所以如果你准备出国旅行，建议出行前可以把 City eSIM 准备好，点击影片下方的专属链接，或在结账时输入优惠码老宋，就能享受85折的专属优惠，而且优惠码也可以多次使用。提前祝大家旅行愉快，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今天这个温度，坐在外面其实也挺舒服的，完全不冷也不热。外面是刚刚过来的港口的地方。这应该是餐厅吧，毕竟有人在这儿坐着休息了。这边应该是餐厅兼酒吧的地方吧。竟然带的麻将，真厉害！这边是一个餐厅酒吧的地方，还可以再往上面更上面的一层去。这样看来的话，整艘船上的乘客真的还挺多的。看起来大家都不愿意待在船舱里面，待在房间里面，都愿意待这个开放的空间，吹着海风还是挺舒服的。这下面也很多人。整个丹麦他们的这个建筑啊，城市建筑真的挺有意思的。他们很喜欢用这种砖红色的墙，而且岸边的这些公寓楼，每一个都有一个特别大的阳台，然后就可以在这个阳台上坐着，看外面的港口。离这个城市开始越来越远了。就是他们这些楼啊，你看起来其实仔细看的话，每一栋颜色都不太一样，但是它都是低饱和的这种颜色，所以放到一起真的不显得突兀，就完全不扎眼。这边还会经过一片集装箱的港口。
这边应该是到最高层的甲板的地方了。今天真的是不少人啊，乘客真的非常多。所以它其实现在更靠近瑞典的国土。短信发过来了，您抵达瑞典。现在差不多6点钟，开了1个半小时。这边右边看到的就是瑞典的赫尔辛堡，应该也算是瑞典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了。整艘船真的非常大，这走廊一眼看不到头的。贩卖机，饮料的贩卖机，可乐、雪碧、七喜，然后呢，一瓶是20块，丹麦克朗。这边还有一个游戏厅，打游戏的地方，这个跟日本那个船很像啊，但是这个地方没有人，完全没有人。感觉日本的那个轮渡上，大家都特别喜欢玩这种东西，很多人会来玩的。这艘船上竟然完全没有人，主要它没有什么街机，应该放一些街机的话就比较有意思。索尼克，这里就是免税店，这店还挺大的，哇，这么多人。挺像是一层商场的感觉，真的跟商场的一个楼层一样，特别多。还有卖衣服的，感觉是这种丹麦的纪念品的衣服，小美人鱼。这杯子其实挺可爱的，挺漂亮的。哥本哈根，如果冷的话还可以买这种卫衣。北欧人感觉挺喜欢穿卫衣的，这个看起来还不错。还有这些帆布包，其实哥本哈根的这种房子的图案真的特别有哥本哈根的风格。左手边这边看起来应该是咖啡店，然后右边是免税店，衣服。这免税店里面应该还挺大的，哇，真的是跟商场一样，很多卖衣服的。首先，感觉真的是可以花很长的时间疯狂购物的地方。对于消磨时间来说，其实挺不错的，可以慢慢在这儿购物、选衣服、试衣服，还可以买鞋，真的挺多的，挺丰富的。这边是化妆品啊、香水什么的都有，然后那边是食物啊、酒，东西真的挺多的，还有珠宝啊、眼镜、香包都有。真的挺像是机场的这个免税店，都给它搬进来了。这应该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丹麦曲奇吧，一罐39。大家的购物热情也是很高啊，很多人在船上确实也没什么意思，在房间里待着，还不如来这儿逛一下，买点东西。这个水看起来，刚看了一下，还算便宜。但是一瓶的话是25，一瓶15，两瓶25，6瓶是60，买的越多越便宜，还算可以了，没有那么夸张。平均一瓶10块钱。这边这个咖啡店的座位，海景的座位，其实还挺舒服的，坐在这儿。8层的话，主要是餐厅在的楼层。好几个餐厅，这边有3家。哦，这里面还有一个 club， 有现场表演的 club。
天黑的比较晚，现在7点多了已经，天还是挺亮的。今天没有订船上的自助餐，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太贵，另外一方面其实以前有一次坐船吃自助餐吃太多了，然后呢整个人一直在晕船，就特别难受，有点心理阴影，所以这次也就没有订这个自助餐。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太贵啊。但是我有一盒泡面因为这次呢是从北京转机的，然后还待了1个晚上，去逛超市的时候想说还是带个2盒泡面吧，万一去北欧突然想吃了缓解一下，然后就买了2盒泡面带过来了，结果今天就用上了刚好他这船上还有热水，其实挺方便的，而且现在尤其是在国外，所以就觉得尤其难得，尤其可口，尤其期待。看到吃泡面，估计又会有人说坐飞机来这么远吃泡面啊。上一集就有人说你嫌贵就别出来玩啊，别老说贵啊贵啊的。老宋大学毕业之后开始旅行，走过大半个中国，日本的所有都道府县，去过近40个国家，每一笔旅费都是得自己赚的啊，难免要在乎预算，而且享受当然没问题，我也很喜欢。不过穷游也没什么不好的，过去也正因为穷游，所以才有了很多美好的相遇和体验，去了当地人家，认识了很多朋友。我觉得旅行其实是为了获得很多日常少有的感受，比如激动、兴奋、惊喜、惊吓、遗憾、失落、孤独、满足以及幸福等等。所以其实感受在自己，可能有些人在船上吃一顿高级的自助餐会非常满足，也没问题。不过对我来说，今天的这碗泡面就真的让吃了几天面包和白人饭的我幸福感爆棚，让我能睡得非常踏实，然后清晨醒来去看日出，享受旅途中那些简单的美好。This is as good a day as any to start the rebuilding of life. The roads that lay open are many when the old one's gone under the knife. And I can feel the sun 很多人都已经起来了， on my 都来拍照。 beginning to thaw from within. 感觉今天的海还算平静的。昨天晚上睡觉，一开始睡的时候完全都非常的稳，根本就感觉不到在船上。可能因为它也是内海吧，所以总体来说风浪没有那么大。现在6点多，看起来船基本上快要进奥斯陆的这个港湾了。从整体的航路来看的话，哥本哈根出发，我觉得只剩大概1/5的吧。 Dear guests, the time is now 8 o'clock and we expect to arrive in port at 10. Until then, you can enjoy a delicious breakfast with freshly baked bread from our own bakery in Skagerrak Buffet Restaurant on deck 8. 老宋要去吃早餐了，但是老宋有秘密武器。老宋有秘密武器，不用吃他的高价早餐。这个牛角包39克朗。老宋的秘密武器就是在丹麦的盲盒面包还没吃完，还有呢，今天的早餐还够。然后这是丹麦剩的面包，然后点了一杯咖啡，34热咖啡，然后想说再补充点维 C 吧。然后它这个水果我觉得还挺便宜的，25块，省下来面包钱。奥斯陆这边，挪威这边就是峡湾地貌，所以都是比较窄的这个峡湾，真的岸边离得特别近，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手机信号很好，5G 全满。天晴得更亮一些了，轮渡船也正式进入了奥斯陆峡湾。这里原本是冰石形成的地槽，后因海面上升淹没地槽而形成了现在的峡湾地貌，长度约130公里，首都奥斯陆就位于峡湾的最顶端。海天的蓝色中夹杂着众多狭长的岛屿，树林间点缀的房屋，让人觉得在这里的生活场景太过优美，就像是明信片里走出来的一样。
风其实挺大的，还挺冷的。很多人把羽绒服都已经穿出来了。我感觉挪威应该比丹麦应该还要再冷个2-3度吧。现在气温其实挺低的，昨天很多人都是短袖短裤，现在大家都是把厚衣服穿上。这个时间点差不多大家都期待着入港了，其实。现在已经换成挪威的国旗了。船里的电视其实有外面摄像头的景色，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快要靠港了。大家都等着准备下船了。终于下船了，人真的很多。不用过海关，直接就出来了。这边有当地的，对，今天有好多日本和韩国的旅游团，好多韩国、日本的旅游团。现在已经完全下船了，还好这边离市中心其实挺近的，走一走就过去了，也不用担心坐车的事儿，1点几公里吧，1.1公里左右。经过一整夜近18个小时的航行，10点钟抵港下船，从港口步行前往市区。奥斯陆城区较为紧凑，港口也离得不远，1公里多的步行也成了认识这座新城市的一段很好的路程。总体感觉很干净，也有北欧特有的清爽感。不过从建筑的外观和颜色上来看，觉得比哥本哈根要多了些冷峻的色调，较为内敛和成熟。反正第一印象，挪威跟丹麦的建筑风格真的还是有一点差别的，很像，但是不太一样。不过总听到人说这里是北欧最无聊的首都，反倒是更增添了一份好奇。今天订的是这家，其实这家酒店的位置真的还相当不错啊，就感觉真的是在繁华大街的中间的地方。今天预订的酒店在市中心的卡尔约翰大街上，对面就是奥斯陆大教堂。因为还没到 check in 的时间，只能先寄存行李。让我们先做休息，下一集一起去探访这座小巧而又昂贵的北欧城市。一个卷饼，鸡肉卷饼加一个可乐，套餐224挪威克朗，人民币的话差不多要150左右了，真的非常贵啊。